雄后宫里笑到最后的不是适量行凶的李嘉欣，也不是被视为准刘太的吕丽君，而是狗仔出身的甘比呢。很多人以为呢他只是一个运气好的生育机器啊，但是甘比赢的不是美貌，也不是爱情，他赢的是时机，是人性，更是一场对手下败将吕丽君的降维打击。这故事开头啊，那叫一个烂啊！1980年呢，甘比生生在一个破旧的廉租房里，父亲家暴，父母早早离婚，他和母亲姐妹呢挤在小小的屋子里。中学一毕业啊，他就跑出来当狗仔赚钱养家。这地狱开学是不是和邓文迪有点像？但是甘比啊，可不是什么傻白甜，他把狗仔这份工作那是干到了极致。他极其擅长高情商社交，别的狗仔和明星的关系那是猫捉老鼠，而他呢，愣是和采访对象啊处成了朋友。他能够挖到傅明霞和梁锦松的独家恋情，还能够和傅明霞本人交上朋友。他能够搞定那个最难搞的周星驰，在少林足球庆功宴上呢，星爷呢越过了赌王女儿，俏皮的过去捏了捏他的脸。他甚至能够让冰山美人郑秀文对他敞开心扉。甘比这经历和情商有点许岩那味儿了。情商和智慧啊是甘比唯一的武器，而他的猎物很快就出现了。这2001年呢，甘比去采访他的目标刘銮雄啊，当时呢这大刘啊因为被摄影师的镜头怼得太近啊，正在发飙，你离那么近拍我干嘛？周围的记者全都是吓得噤若寒蝉，只有甘比这个刚入行的小狗仔啊，不仅不怕，反而笑着反杀了回去，怕我拍清楚你脸上的大痣啊！这一句啊带点俏皮和冒犯的回应呢，瞬间就引起了刘銮雄的注意。这个见惯了在他面前唯唯诺诺的美女们的霸道总裁呀，第一次遇到了一个敢跟他叫板的丫头骗子，他上钩了。之后呢，甘比开始了频繁的给这个大刘呢发脑筋急转弯和这个冷笑话。3个月之后呢，他果断辞去了记者的工作，与同居的摄影男友分手，正式入职刘銮雄旗下的广生堂，当起了助理经理，月薪从1万飙升到了10万。他成了那个唯一能够以助理身份陪同刘銮雄啊出席公开场合的女人。而呢，此时的后宫啊早已不是空城，在他面前还横着一座大山吕丽君。吕丽君是谁呢？1998年的港姐季军，英国伦敦大学啊国王学院的化学博士。她是刘銮雄2001年呢在这个伦敦的 LV 店里啊认识的正牌女友。一场博士与狗仔的夺嫡之战正式拉开帷幕。而这场战争呢，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降维打击。第一回合啊，吕丽君的高调 vs 甘比的宜人。吕丽君呢是个精英人设啊，她自视甚高，觉得甘比这种小狗仔出身的女人根本不配和她争。她忙着在外面以刘太的身份搞慈善、搞投资，高调的彰显着自己的正宫地位。而甘比呢，他选择了向下兼容啊，他不争不抢不作妖，他把自己的姿态呢放到了最低。他不仅要照顾刘銮雄的起居，更重要的是啊，他主攻了一个吕丽君呢不屑于去讨好的人，刘銮雄的母亲刘老太。这大刘呢是出了名的大孝子，甘比呢就是天天陪在这刘老太身边啊，端茶倒水、嘘寒问暖，把老太太哄得那叫一个心花怒放。第二回合，吕丽君的贪婪 vs 甘比的不争。吕丽君的野心啊是写在脸上的，他会主动向这个大刘呢去索要房产、豪车和珠宝，而甘比呢，他从来不会主动要任何的东西，他就那么安安静静的啊，扮演着这个贴心小助理的角色。他会随时呢为有洁癖的大刘啊擦拭着接触过的物品，坐车的时候呢，他会细心的啊，在自己那个几十万的爱马仕包包下面呢垫上一张纸，生怕弄脏了大刘的车座。这份卑微和懂事啊，在阅人无数的大刘看来，简直就是人间清流。他曾公開對媒體說，甘比啊，他不貪財。幾年佢從來冇要求我買任何禮物，或者俾任何嘅錢。反而呂麗君就不停用唔同嘅藉口嚟攞錢，攞極都唔夠。第三回合宫斗的终极一战。2008年，甘比怀孕，生下了女儿刘秀华。这一下，她是彻底激怒了吕丽君。她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，竟然做出了一个堪称是自杀式的愚蠢操作。她以刘太太的名义呢，公开发了个声明，质疑甘比女儿的生父不明，这就无异于是在公开打刘銮雄的脸啊！大刘当场震怒，直接将这个吕丽君给停牌，停掉了她的所有信用卡，骂她读书读到了猪脑子里去了。而甘比呢，面对这种泼脏水的羞辱啊，他一言不发，一字都没有回应。他用自己的沉默呢，反衬出了这个吕丽君的蛮横和愚蠢。这一战呢，吕丽君啊虽未出局，但已失宠。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在2016年，刘銮雄肾衰竭病危，需要换肾，在医院日夜贴身照料，端屎端尿的是甘比。而吕丽君呢，只是去医院探望过一次，而且呢，还是为了谈钱。这一下呢，高下立判。病愈之后的刘銮雄呢，第一件事啊，就是清理门户。他登报宣布与吕丽君呢彻底分手啊，只给了他20亿的分手费，断绝关系。紧接着呢，他和甘比啊正式注册结婚。2017年呢，他将这个华人置业的50%的股份呢转到了这个甘比的名下，让他一夜之间身家暴涨至了400亿，登顶香港女首富。至此呢，这场长达15年的夺嫡之战呢，以小狗仔的完胜而告终。刘銮雄这个在上海沉浮了一辈子的枭雄啊，他最不缺的是什么呢？是钱，是美貌。李嘉欣啊、关之琳啊，他都拥有过。他最缺的是什么呢？是情绪价值，是那种不带功利心的陪伴，无条件的顺从和崇拜。吕丽君这个博士啊，他太聪明了，他总是想和大刘去谈条件、谈利益，他把自己啊放在了和大刘平等的位置上。而甘比呢，他从一开始啊
就放低了自己，他给的是伺候，是仰望，是不给您添麻烦的情绪按摩。对于一个掌控欲极强又极度大男子主义的霸道总裁而言呢，谁才是那个能够让他在晚年感到最舒服的枕边人呢？答案呢不言而喻，甘比用15年的隐忍换来了700亿的回报，这或许才是豪门宫斗里最残酷也是最真实的等价交换。